同志们，你们都是各国留学归来的高材生，尤其精通武器研究。在我左手边放置的武器，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它是毛雄最新的火箭炮，又名卡秋莎。手中有剑不用和手中无剑，那是两码事。上面已经下达指令，让我们北兵1个月内，在原有爱3火炮的基础上再做改进。我这是回到了建国初期。陈万同志，你怎么了？不舒服吗？婉宁。麻烦阁下，独立团的赵婉宁在哪？你知道吗？不知道。赵婉宁呢？赵公他没事吧？赵公他指挥我们修炮的时候，被敌方炮火击中，没了。婉宁，陈万同志，你怎么了？我没事，我就是想到了一些比较糟糕的事情。我们华夏一定要搞出自己的卡秋莎。上一世，抗英战争在半年后骤然打响，婉宁作为北兵的专家，和部队一起开赴战争。那一战因为火力不足，太多人留下了太多遗憾，婉宁也战死沙场。而我受到刺激，终身投入到武器研究，直至含恨而终。既然上天让我重回到今天，这一世我绝不许悲剧再现。对，李战神说的对，我们华夏一定要有自己的卡秋莎。陈万同志，这是怎么了？说了倒是轻松，这卡秋莎可是毛雄兵工最前出的火炮作品，上面就给了1个月的时间，这么短时间让我们怎么做啊？说实话，我觉得我们目前能研究出火箭炮，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但想要追赶上国际顶尖水平，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你们这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婉宁同志，我们这是实事求是。我是刚从老英国回来的，想必在座的高材生也都知道，他们最近呢在研究一款名叫 T34管风琴新型火箭炮，那威力我可见过，比这卡秋莎还要恐怖呢。这么厉害？果然啊，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婉宁同志，也不是我打击你，在我看来，我们现在距离国际上的距离还差很多，这与其浪费大把的时间在这个上面追赶，那还不如直接跟毛雄或者老鹰搞好关系，将他们的产品直接引进国内生产。这位同志，你的话我不认可。今日我们与毛雄关系好，他们卖给我们武器，可明日如果我们涉及到了国土的利益，难道我们要让利和他们换取武器吗？我认为爹有娘有都不如自己有。虽然现在我们落后于别人，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奋起努力，总有一天也能追上。说得好，我知道任务艰难，但滴水穿石。上面已经说了，在原有的基础上，只要改进一点，哪怕是一小点，也算是我们一种成功。大家不仅是华夏的功臣，而且还可以领取高额的津贴和职称提升。还有这样的好事啊！我给你们2分钟时间，你们自己分成3个小组，1个月后以最终的成绩评出优胜小组，予以奖励。我在老英国专攻的是火炮研究，谁愿意跟我一个组啊？我在毛雄留学，曾获得过武器专业的第2名。
万宁同志，你呢？要不要加入我们这组？我敢保证，1个月之后，我们这组绝对是最优组。陈万同志，我俩一组吧。好啊。赵婉宁，你瞎了吗？老子哪里比不上这个陈焕？你们呢？是到我这儿来，还是去沈旺那？亦或者……哎，陈万同志，我感觉咱俩好像被孤立了。没关系，有我在就行了。好，既然你们都分好了，那么比赛就正式开始。军区还有一些事情，我就不多说了。好。这听闻陈同志一直是北宫的优秀技工，不知造了那么长时间的 T3火箭炮，对他的技术提升能否有更多的见解啊？林同志，你这不是为难他吗？他一个技工出身，懂什么优化，能看得懂图纸就已经很不错了。他能跟我们一起参会，已经是上面给的机会了。要我说啊，陈同志，你也别跟婉宁同志组什么组了，不如直接加入到我们这儿吧。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刚留学过来的留学生，想必帮帮你，那也是简单的事情啊。你不就是留过学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信我们会比你们差。陈欢同志，我们走。我认为婉宁同志说的没有错，我们并不弱于别人。我说陈同志，你们俩还不会真以为一个技工出身，一个刚在国内没学几天武器的初学者，就想赢过我们吧？有何不可呢？口气倒是不小啊。那好，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不妨打个赌。好啊，赌什么？很简单，1个月之后呢，你的成绩要是不如我，就留在我身边做个副手，怎样？行，如果你要是输了，我也不难为你。我知道你有一个唱片机，我就要那个，怎么样？可以，我答应你。1个月之后，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你说你非要跟他打这个赌干什么？林怀洲这个人心眼那么小，你要是输了当他的副手，他肯定少不了刁难你。谁说我们一定会输给他的？陈欢同志，我不是说你不如他，而是他们那么多人，我们就2个，这不公平。搞科研啊，他不是吃大锅饭，人多就可以取胜的。图纸给我看看。感受到宿主接触武器图纸，最强武器研发系统已激活。是。接触武器图纸，便可激活对应武器最强研发经验。这竟然是西风6火箭炮！请问宿主是否需要兑换？友情提醒：逆天改命要代价，需消耗5年寿命换取图纸。5年？有了西风6火箭炮，即便是老鹰也不敢轻易的欺负我们。只要5年，兴许就能改变婉宁的命运，改变无数牺牲将士的命运。换！恭喜宿主兑换成功。陈万同志，你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是想到了火箭炮的优化办法。这就是你说的设计方案？这就是你说的设计方案？你看啊，这个是液压顶，可以快速顶起炮管。这个呀是发射箱，固定口径12管，支持300毫米、370毫米等4种口径弹药快速换装，最远射程可达300公里。你说多少？300公里？要是材料够的话，兴许还能更远些。可我记得国际上最厉害的导弹也才能打200多公里。你这真的是火箭炮？这听起来是有些离谱，
但它的确是火箭炮。就算你的设计没问题，靠我们俩没事造得出来。来，我们走。啊？这机床能改造吗？兑换机床维修改造经验，需消耗2年寿命。上一世我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的，都活了50多年，才2年。对了，万宁，以咱们现在的这个条件啊，恐怕造不出来。不过呢，我把这个机床改造一下，兴许就能成了。真的？真的。不过婉宁，卡车的事情就得麻烦你帮我解决一下了。行，卡车的事儿我现在去解决。好。婉宁，上一世我没来得及娶你，但这一世，哪怕以我之命，我也会护你周全。组长，哎，组长，你都连续半个月这样，几乎不眠不休，要不明天歇一天？不行，师补我带了都。为什么？因为和林怀州的比试吗？你慢点吃。谢谢啊。那个比赛要是输了，大不了我去道歉。哎呀，不是因为那个比赛，而是我呀，必须要趁着这次比赛的机会，先把东西弄出来，然后让国家注意到我，我才有机会在时间不多的情况内，让国家相信我，然后全力的支持我，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未来的比赛。还有保护你。也是，大局初定，外强环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报告李帅，一组集合完毕，目标已完成，随时等待检验。报告李帅，2组集合完毕，目标已完成，随时等待检验。报告李帅，3组还差最后一步，正在给卡车更换车轮，组长陈欢马上就到。更换车轮？我说啊，婉宁同志啊，你们3组要是造不出来的话，就干脆直接认输就好。毕竟你们人少，也不专业，在短短的1个月时间内做不出来成绩也很正常嘛。是啊，不是造火箭炮吗？怎么还干起来汽修了？那是因为我们组长造的火箭炮太大了，需要卡车才能运出。我就奇怪了，究竟什么样的火箭炮还得需要特定的卡车来拉？依我看呀，你们就是完不成，不想来盯人。你要是不服气的话，有本事就让陈欢下来就把炮给拉过来。你别忘了，我们可是有主约在这的。那你就等着吧，我们组长马上就到。好了，3组暂时未到，先从1、2组开始，你们谁先来呀？我先来吧。预备，放！是。报告李帅，10发炮弹，4发命中范围，但均未冲目标，平均偏离靶心4厘。没关系，失败乃成功之母。白周同志，接下来就看你了。李帅，就交给我吧。预备，放！再放！放！报告李帅，10发炮弹只有3发命中目标，但均未摧毁，平均偏离靶心6厘。这怎么可能？我明明是按照老鹰最新的设计方案改进的，这怎么会？我还以为多厉害呢，结果还不如时光同志。哼，我就算是再差，那也比你们3组什么都造不出来强。谁说我们3组造不出东西了？那你倒是拿出来呀，别光指动手说啊。
李帅，依我看，3组的这种逃避行为跟在战场上临阵脱逃没什么区别，应该严惩。没错，做不完做不好不可耻，逃避事实才可耻。这种行为应当严惩。难道我真的错看了那小子？他当真是只会说大话？谁说我临阵脱逃了？组长，李剑神，我来了！这他娘的比老子的意大利炮还吓人呐！走！我勒个乖乖，这到底是个什么家伙呀？导弹吗？陈欢同志，这就是你研发的火箭炮？对，西风6火箭炮比起传统的火炮，通过吊装模块化换弹，射程更远，换弹更快。最远射程能到多少？400。你说什么？400？400这怎么可能啊？这不可能！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导弹，也就是毛雄家的231，可这231最远的射击距离才只有300。你这一个火箭炮能打得这么远？怎么可能？陈欢同志，能试射一下，让我们看看吗？试射？这太近了，恐怕有些难以施展。哎，李帅，咱们这儿有更远一点的靶场吗？更远一点，你要多远？至少200，否则难以发挥我这火箭炮的威力啊。200，咱们北滨不是戈壁，周边都是城市，这万一……不知道，这玩意儿就是个样子货，它中看不中用。你明知道咱们国内连个像样一点的卡秋莎这样的火箭炮都没有，上哪去给你整这么远的靶场去啊？你之所以拉的这么高的数据，无非就是想先糊弄糊弄大家，把这个好处跟奖励先搞到手，等到真正实验的时候，你再以这个技术还不够成熟的问题当做借口。像你这样的人，我在老鹰国见得多了去。林怀州，你少血口喷人，陈欢同志可不是那样的人。万年同志，你知人知面不知心，他要是真行的话，为什么非要那个200里的靶场啊？20里的不能打吗？虽然我也不相信陈欢同志是这样的人，可400里的射程实在太夸张了，连老鹰跟毛熊都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武器，我实在不相信这是一个人在1个月能做出来的。好了，先不要争了，陈欢同志，你有把握吗？有。好，在咱们北边200多公里处有一处废弃的煤矿，这期间都是山区，人烟稀少，我可以向上面去申请。好。哦，对了，你这个西风6火箭炮偏差多少？因为机床和材料上限的问题，可能存在一些偏差。我就知道有问题，这只是打得远，打不准有什么用啊？这乱打，只要推进的燃料够，这在场的各位谁都行。因为现在没有卫星辅助，只有机械的陀螺仪和一些基础的电子计算指导，所以误差可能在5到10米左右。5到10米？这怎么可能呀？卡秋莎可是毛熊国最顶尖的火炮，一旦射程超过8公里，误差也在400-500米左右。陈欢同志，你是不是算错了？什么算错呀？他简直就是在一派胡言。李帅，你可千万不要相信他的鬼话呀！几百里的射击距离，这偏差还不到10米，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这技术放观整个世界它都不存在。你做不到，不代表所有人都做不到。你好了，行不行？只有试射了才知道背。这做工，这焊接技术的确是世界顶尖呀！怀州同志，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陈欢同志他并没有说谎？切，不可能！沈望同志，你呀就是太单纯了，你都不知道这400里意味着什么吗？要真有如此神奇就好了。我华夏面对朱强，还有谁敢欺？哎呦，老李啊，这就是你跟我说的大家伙呀！我的个乖乖呀，这么大呀！怪不得说能打300里呀！陈欢同志，射击申请上面已经通过了，驻扎在那里的是孔战神的部队，
他已经紧急安排人排查所有周边方圆10里的地方。陈焕同志，放心大胆的去试吧。是，我现在就去做准备。预备。老李啊，你说他真的能成功吗？咱也没见过这厉害的玩意儿啊，咱也不知道。5、4、3、2、1，点火！怎么回事？这还没开始就会出现问题了。你看吧，什么？我就说了嘛，这就是个样子货。他陈焕怎么可能做得出来这种东西？不好意思啊，液压装置做的有点匆忙，启动有点慢。真让他发射成功了！成了！哎！也不知道上面抽什么风，居然要把一个矿场当靶场，还说是北冰厂在实验。北冰可是离咱们至少200多里，班长，如果真有火箭筒，他们能打这么远吗？臭小子，哪那么多废话？执行任务就行了。不过这么远的火箭弹，咱也没见过，不敢说啊。班长，流星？什么流星？那是炮弹。我勒个乖乖，这真的是火箭炮吗？班长，怎么样了？赶紧去探查，然后汇报。这火箭炮太他妈屌了！怎么还没有消息？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吧。估计是打偏了吧？200多里的射程，这根本不太科学。电话来了。这里是北冰，这里是北冰。哎，老李，让我听听。我是李龙，矿场那边现场什么情况？所有临时搭建的防御工事标靶已经全部被摧毁。根据弹点估算，此次射击的目标误差不会超过10米。你确定吗？真的不到10米吗？我们检查了3遍才敢确定，真的不到10米，标靶也基本被夷平。300里，误差不到10米。老孔啊，你听到了吗？咱们华夏要站起来了。老李，我听到了，你守住这个兵工厂，守出了个宝贝呀！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组长，你真的做到了！婉宁，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会用我的方式守护好你，守护好这个国家。陈焕同志，俺老李，你的话就不多说了。今天所做的一切，我都会如实上报国家。好样的！今后有什么需求，尽管给老李提，只要是科研上用的，无论多难，我老李都给你弄过来。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老孔啊，我觉得咱们要回去一趟了。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回去。我已经下达命令，今天这里所有的事情都以最高级别保密，你们都不能说出去。敬礼！放心吧，李帅，这点事儿我们还是懂的。哎，什么？你说这火箭炮真是他陈华自己研发出来的吗？这放眼全世界呀，像这样的火箭炮还真是第一次出现。怎么可能？我不信，他一个技工出身，怎么可能会研究出来这种火箭炮？这图纸肯定是他不知道从哪里偷过来的。就算是我偷的，那也是我的本事，不像你当初非要跟我比，现在输了吧？哎，我的唱片机呢？不就一个唱片机吗？瞧给你在意的，个土包子！一会儿给你送过来。行，
你别忘了就行了。组长，你也喜欢音乐？你猜？应该是吧，不然你为什么只听到唱片机呢？算是吧。算是。哎，你等等我，你等等我。额娘，睡了吗？没呢。组长，你有什么事吗？组长，你这是？你不是一直都想要个唱片机吗？啊，我给你弄来了。你怎么知道我想要唱片机？你是不是偷看我日记了？那可没有啊！别诬陷我，我连你日记在哪儿我都不知道。那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事儿我可就在我的日记本里写过，我谁也没说。因为上一世我看了呀。战火无情，小陈，你不要过于苛责自己。要怪就怪那个混账列强亡我华夏至今不死。这是在小灶生前居住的屋里找的字记事本，你看要不要留个念想？51年3月，听说前线战事焦灼，我军火力严重不足。上面准备派一批武器专家去往前线，我也因林怀州的缘故成了替补人员。陈探之知道后已经3天没睡了，每天找我都红着脸，他很担心我，每天都在自责自己不够努力，不然替补林怀州的人便是他。傻瓜，我只是去前线，又不是回不来了。而且我在后方还有那么多同志保护我，他还是多操心一下自己吧。不过可惜我还没攒够钱，没有买到心心念念的唱片机，不然我一定要请陈同志跳个舞，让他好好看看我也是练过的，还老是不相信我。哼！组长，你咋了？怎么眼睛还红了？没有，可能是这几天熬得太狠了。怎么样？喜欢吗？喜欢。不过就是它有点太贵重了。再贵重，我也没花钱呀。你要想感谢的话，你就去谢那个林怀州。要不是他的馈赠，我今天也没办法借花献佛呀。好了，时间不早了，那我就先去睡了。你慢慢研究吧。哦。哎，他还没告诉我是怎么知道我喜欢唱片机的呢。哎，算了，我这次就先让他逃了，下次再来。今天组长怎么看起来奇奇怪怪的？他该不会是喜欢我吧？想必这次叫大家来有什么事，我想大家心里都知道。那我老李呀，就不再多啰嗦了。现在有请我们北兵的大专家陈欢同志上台。我说战神同志，您老真是折煞我呀！我算哪门子大专家呀？哈哈哈哈！你小子还谦虚起来了，知不知道你那火箭炮的消息传上去，惊住了多少人呐？连老鹰和毛熊都弄不出来的东西，让你小子给弄出来了。你不是大专家，谁是大专家呀？说起来呀，你小子还真是为我老李露了大脸了。这些啊，都是国家给予的支持，我才有空间实现嘛。好了好了，你就不要再谦虚了。上面都说了，得你一人如得一军。
陈欢同志，你研究的火箭炮对我国国防工程研究有重大突破，上面斟酌许久，决定给你颁发国防军事突破奖。这是一个新设的奖励，专门颁发给为国防工业做出创新贡献的科研人员。你是第一个获得这个奖励的人。鉴于陈欢同志近期的表现，上面和我一致决定破格提拔陈欢同志为北冰陆军武器研发组长，带领我厂所有陆军武器研发人员进行武器研发。让我们恭喜陈欢同志，希望他能够再接再厉。这就升上去了？凭什么他做我的领导？报告，我不服气。这个决定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是，但我认为上级做出这样的决定很草率。他陈欢同志做出的火箭炮确实很厉害，但并不意味着在其他方面他也同样的杰出。就比如说枪械、坦克，我认为这完全就是不同的领域。你继续说。据我所知，他陈欢同志并非是科班出身，虽然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出那火箭炮的，但在其他的领域，就比如说枪械，我的导师可是曾经参与过加兰德的迭代研究，我也跟着学习过不少东西，所以我不认为他能够领导我。加兰德，那可是老英国陆军核心研究武器，没想到你居然参与过研发。没错，除非他陈欢同志能在这一方面胜过我，否则我拒绝加入陈欢同志的研究小组。陈欢同志虽然很厉害，但我觉得怀州同志说的话有些道理。这武器研发是应该百花齐放才对。陈欢同志，你怎么看？大战在即，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即使有系统给我提供经验，很多东西还是需要人力来辅助完成。在座的各位都是国内不可多得的人才，哪怕是这林怀州。行了，你要是不服，那咱们就再比一次。比什么？枪械？你敢吗？可以啊，如果我要是赢了，我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好啊，但要是我赢了的话，我想要婉宁同志做我的副手，如何？婉宁同志不是物品，我无法替他做决定。组长，和他赌，我相信你。不就是肚子里装了点洋墨水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整天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的。等会儿我要是赢了陈欢同志，你就知道我肚子里的洋墨水有多厉害了。陈欢同志和婉宁同志自己都答应了，你敢不敢比试呢？可以，这一次我让你心服口服。你呢，沈望同志，也要试试吗？如果这次呀，你能够在枪械方面赢过怀州同志的话，那我愿意加入你的研发小组。年轻人有竞争好斗，这是好事。这样吧，正好上面给我老李派下来个任务，让我们北兵加紧对步枪装备的更新。所幸这次还是由我来当裁判，为期同样是1个月。谁改良或者新研发的枪械威力更猛、精度更高、更实用，那么谁就获胜。如何？我没问题啊，不过时间上面嘛，我半个月就可以了。要不是怕欺负你，我觉得3天就可以。3天？这怎么可能？就吹吧你，还3天？我看你干脆怎么不说你自己手搓核弹呢？有系统里先贤的经验在，只要给我材料，我还真能手搓核弹。你要是不信，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好啊，
我倒是要看看你能造出个什么枪械来。明天就是你和林怀州比试的最后期限了，你是不是很焦虑啊？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你都在这儿坐3天没有动了，连睡觉都……你说这个啊？这个不是枪械的改良公式啊。不是。一个枪械改良要不了那么长时间的，我早在第2天就做出来了。第2天？准确来说的话，我第1天就做出来了。只不过我就在想啊，我既然都研究到这儿来了，我干嘛不多整几样出来？所以这才浪费了3天时间。哎呀，只不过呢，我在制作这些东西的时候，多半都是在晚上，所以你发现不了也正常。你看，这个叫做 M416突击步枪，这个叫做巴雷特反狙击式步枪，还有这个呢，它叫做劳戈。比起传统的手枪呢，它的后坐力降低了将近3倍，大大提高了枪械的精密，很适合你们女孩子的。怎么样，有把握赢吗？切，赢？那还不是简简单单的事情吗？实不相瞒，我已经想办法弄到了 M1大巴力的部分设计图纸，虽然只是一部分，它的威力也只能达到70%左右，但相比于我们现役的枪械来说，已然好太多了。除非他有办法弄过来毛熊最新研制的 AK， 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说。AK 可是毛熊最新研发的武器，连毛熊的武器专家都没几个见过的。他陈欢连国都没出过，怎么可能弄得来？这些天我都已经派人打听过了，陈欢那小子到现在还停留在画图纸那一步呢，说不定现在已经放弃了。陈欢那小子怎么还没来？你去看看，是不是睡过了？是。李帅，我来了，咱们开始吧。这家伙带这么多武器箱，该不会整好几样吧？切，多有什么用？这只是造出来，在座的大家伙谁不会啊？我们比的是谁的威力大，质量好。那确实。好，既然来了，那就开始吧。魏鹏，你去准备一下标靶。是。你小子这次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惊喜啊？你们2个谁先来啊？我先来。老鹰最新研发出来的 M1大巴力半自动式步枪，想必大家伙都听说过吧？竟然是老鹰的 M1大巴力，不错。虽然只是一个仿制品，但它的威力至少能够达到70%以上，而且我都已经测试过了，配备上 7.62 毫米的子弹，每分钟最高射速可达到40发，最远射程达到400米。真不愧是老鹰的先进装备啊！即使是仿制的，也有如此威力。小陈呐，这次恐怕你是要输啦。小陈呐，这次恐怕你是要输啦。我说李帅，你还没有看到我的武器，怎么这么确定我就一定会输呢？真的假的？这是什么枪？我怎么都没见过？看起来好精致的样子啊！陈欢，这是什么枪啊？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快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这把枪，它叫做 M416，是我新研发出来的全自动突击步枪，配备 5.56 毫米子弹，最快射速高达每分钟900发，每个弹夹能装30发子弹，2秒钟就可以清空弹夹。这怎么可能？哼，你骗人！就算我手上这把最先进的大巴力，它每分钟的最高射速也只能达到50发左右，你这样能达到什么900发？还有你说的那什么 5.56 毫米的子弹，又是个什么东西啊？我听都没听说过。5.56 毫米子弹是为了跟我这把枪适配，我专门研发的造价更低、后坐力更小的一款子弹型号。至于我刚才说的这些，你要是不信，可以睁大眼睛好好看一下。
竟真只有2秒左右，而且全程没有卡顿，从开枪到结束丝滑无比。这怎么可能？快去看看标靶，看看精准度怎么样。哼，没错，这射得快有什么用？还得打得准才行。报告领事，30发，全在靶上。这不可能，不可能！射速900，2秒多钟清空弹夹，而且全部中。小陈，这个东西能量产吗？可以。造价呢？只要把模具做好，虽然比现在的造价要高一些，可是它的枪管更耐磨，它的寿命高达2万发。2万发，好啊！陈焕同志，你另外几个箱子装的是？难道这里面都是新武器吗？没错，各式各样的武器，我都研发了一把。好，那都打开看看。这是什么枪啊？这枪管怎么这么粗啊？准确来说，它叫做反狙击式步枪，它支持多口径，配备专业的穿甲弹，可以在1200米的范围之内打穿15毫米的轻钢装甲，最远射程1800米。1800米，连老鹰的狙击步枪也只能打800米，这个东西居然能打1800米，可击穿15毫米的装甲。如果这是真的，怀州同志，那你恐怕是输定了。我不相信，我来试试。行，可以试一下。哎，不过这个枪的后坐力非常大，你小心一点啊。能有多大？哎，小心！啊！这炸膛了吧？这炸膛了吧？陈焕同志，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枪的后坐力实在是太大了，他没有任何准备就这么扛着用，估计现在他的肋骨和肩胛骨已经断了。魏邦，快把林同志送到医院。剩下的2样，一个是手枪，一个是巷战用的霰弹枪，性能都远超于国际上的武器。这些都是好东西呀！有了这些东西，我国的陆军力量可以提升一大截呀。可惜除了枪械以外，我国的其他军事力量跟国际上比还是差了一大截。其他火力，你指的是飞机、坦克，不管是质量还是数量上，我们都远弱于列强。尤其是军舰，在海军力量，我们海军几乎等于无。虽然有系统能解决研发问题，可这些东西的制造材料和周期还是太久了。列强亡我之心不死，我判断没错的话，近期很可能会发生一场大战。我们的武器能赶得上国际水平，那列强怎敢如此大胆？只可惜远水解不了近渴呀。虽然这些东西我是有把握研究出来的，但要是大战在即的话，生产这些根本是没有时间的。不过我倒是有一物，可以让我大夏避免战争。这不是组长这段时间不眠不休一直在做的东西吗？各位同志，这个就是前段日子老鹰在樱花投放的那2只礼花。陈焕同志，这是核弹。这是核弹。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再可以震慑住列强。这真是核弹！陈焕同志，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李帅，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吗？图纸我都给你拿来了，你要是不信，现在可以找专家当场核算。魏鹏，从现在开始，没有我的命令，北兵的一只苍蝇都不能放出去。通讯设备只有通过申请才能使用。是。陈焕同志，情况非同小可，我要马上去上面汇报。另外，你的图纸我也要带走。没关系。事关紧急，我要先走一步。
陈欢同志，你真的研究出核弹了？理论上已经基本完善了，现在差的就是实践。10年寿命换来满级核科技，希望来得及。只要有了核威慑，只要没了战争，家国都会平安。老李啊，你说那小子的攻势到底真的能成吗？换在以前我不太相信，但是现在你也看到了，这小子非同寻常啊，所以我也说不好。哦，方专家，结果怎么样？方专家，结果怎么样？方向应该是没问题，但这合起来我就看不懂了。一会儿是核裂变，一会儿又像巨变，跟我认知中的核武器完全不一样。那就是说，陈欢给的公式有问题，理论不成立。老李啊，他才多大呀？又没有去过国外，又没有见过真正的原子弹，你做成这个样子就不错了。哎，也是啊，他才多大，怎么能弄出原子弹来呢？当年汉斯猫举全国之力也都失败了，就算是毛雄，也是去年才刚刚突破老鹰的封锁。哦，方专家，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的时间了。谁跟你们说失败了？难道说没有失败？那当然，不然你以为我们在这1个月不测算什么？公式没错，错就错在这组合方式上。你们刚才说的陈欢在哪里？我想见他，我想亲自问问他是怎么想。怀州同志，你说陈欢同志真的有可能研究出来原子弹吗？我承认他的确很优秀，可这原子弹不是谁想研究就能够研究出来的，这里面包含极其复杂的物理原子学，而且又被各个国家的高层竭力封锁，别说是学了，就连相关的书籍买都买不到。他想要无师自封，根本不太可能。也是，不然李战神呀，也不可能1个多月了，一点消息都没传回来。想必啊，应该是出什么问题了。李战神回来了。那不是国内数1数2的物理专家方专家吗？还有他旁边的王专家、李专家，那可都是国内的顶尖力量。难道真让他研究出来核武器了？难道真让他研究出来核武器了？陈欢同志，这位是国内顶尖的物理专家方专家。方专家，你的公式，小子，你的公式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在里边算出了原子弹的设计逻辑，但是为什么所有的东西叠在一起就认不出来了？因为我给出的公式不是原子弹的设计理论，而是氢弹。什么？氢弹？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切，听都没听说过，肯定弄不出来，在这里故弄玄虚。怀州同志，你手被震断了，耳朵也被震聋了吗？你没有听到刚才方专家说已经算出了我们组长原子弹的设计逻辑了吗？算出来有什么用啊？这国内都没正式的搞过这个核研究，谁知道他算出来的到底是不是真的？陈欢同志，你不要被某些统治的嫉妒给影响了，快跟我们说说这氢弹是怎么回事？快跟我们说说这氢弹是怎么回事？氢弹的原理是核聚变，想要引起核聚变，必须先引爆，也就是说需要2级引爆。首先通过原子弹的爆炸产生核裂变的高温高压，触发出氢同位素如刀穿的核裂变反应，释放出远超于原子弹的毁灭性能量，一般当量在100万吨到1000万吨 TNT。什么？能当100万吨 TNT 以上？这怎么可能？方专家，陈欢同志，这 TNT 俺老李是知道的，但是100万吨，这会不会太夸张了？这个和原子弹比怎么样？这个最普通的氢弹威力相当于当初爆炸掉的那2个原子弹的威力几十倍吧？啊，几十倍！我的个乖！要是再厉害点的话，上千倍
也不是不可能的。我的个天哪，这么高！你说的逻辑我大概懂了，但是具体还需要计算一下确定。这里面恐怕还需要你陈宽同志帮忙。不愧是国内最顶尖的核武器专家，居然这么快就想明白了。好的，没问题。如果有需求，我随时愿意配合。李大人，接下来我们需要在这儿常住一段时间，这里的事情还请你要求保密，这可能是我们华夏弯道超车的最好机会。我真能弄出这清单来，以后国际上还有谁再敢跟我们说半个不字？老专家，放心，这里的事情谁要是敢传出去，我老李就是上天入地进黄泉，也要扒他的皮。难道真的有圣而知之者吗？不可能，他凭什么？一个连学都没怎么上过的泥腿子，凭什么比我强？组长，你可太厉害了！今天那些人可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专家，但他们今天都对你称赞不已。前世所有科技技术都被系统网罗给我了，我能不厉害吗？哪有啊，我只是运气好点，踩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罢了。运气好可造不出氢弹，组长过度谦虚可就是骄傲了。行，那我今天就不谦虚了。你家组长我呀，就是最厉害的。这才对嘛，我家组长是最厉害的。婉宁，这一世我会替你好好守护这个校。我这次研究的原理主要是氢弹的原理，氢弹的原理主要是引起它的核聚变。核聚变顾名思义就是让原子弹引起它的引爆。那么我们也什么？好，明白。王专家，陈怀同志，不好了，出事了！外面的情报人员传来消息，我们在这里研究核氢弹的消息泄露出去了。什么？那现在怎么办？老孔的意思是让我们立刻转移，否则恐怕敌人来突袭啊！这是在国内还有大军驻守，他没敢来。话是这么说，但是国际上的那帮家伙，他们什么时候把我们放在眼里过？现在又知道我们在这里研究比原子弹还要恐怖的氢弹，不管是真是假，恐怕他们都会孤注一掷啊！毛熊呢？若我们被偷袭，他们不管吗？如果我们真的掌握了某种比原子弹还要厉害的武器，那对于毛熊来说，并不是一件什么好事，所以他们不会出手的。所以还希望各位专家立刻转移，这样能避免敌人的突袭啊！可是我们研究了这么久，这许多资料都需要整理，这一旦撤离，哇，要等个不少时间。不好，是敌人的阻击！敌袭！哇，组长的资料还在他工厂。
还好，这万同志有先见之明，要我们在这里挖防洞，暗中进行，不然今天也许我更危险了。其实我这也是……战神，不好了！怎么了？外面的伤亡大吗？难道是婉宁出事了？赵专家他为了保护陈专家的资料不被敌人摧毁，冒险进入了方专家的住处，而那里正是敌人的重点轰炸区域。赵专家他婉宁他怎么了？赵专家他在出来的最后一刻被敌人的炮弹给炸住。赵专家他在出去的那一刻被敌人的炮弹给炸住。难道这就是命运吗？哪怕是重活一世，也无法改变这样的结局。你干嘛这样？我又不是不回来了。你把手给我，我有东西要给你。你戴上了我亲自织的戒指，就是我的人了。等我回来，记得娶我哟。这才对嘛，我家族长是最厉害的。婉宁她现在在哪儿啊？婉宁她现在在哪儿啊？陈专家，你先别急。赵专家他虽然被敌人的炮弹给炸住了，但是他为了保护资料，在炮弹落下的最后一刻扑了出去。也就是说，人现在还活着。是。你小子为什么不一次把话说完？告诉我，婉宁现在到底在哪儿？快说！赵专家现在正在医院抢救，但情况不是很妙，医生说有生命危险。李帅，我要去找婉宁了。好，你去吧，医院的事情有我。魏鹏，传老子的命令，全军戒备，就算用机枪打，也要保护好赵专家所在的医院，不能让敌人再伤害我华夏希望的苗子。此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妈妈，听了，立即执行。立即执行！是。方专家，我希望你们尽量保持在原地，不要出去。李珊珊，老夫请求你一定要保护好陈欢同志，他一个人比我们这群老头子都重要。放心吧，方专家，我明白。陈欢同志，沈同志，你知道婉宁在哪吗？婉宁同志，他出事了。那你还是自己去看吧，不要在旁边。行。婉宁，婉宁，组长，你来了。怎么样了，婉宁？没事吧？我没事儿。组长，你的资料我都给你保护好了。
哎呀，你是不是傻呀？这些资料没了就没了，只要我活着，我又不是做不出来啊！这都是你日日夜夜的心血，我不能让它被敌人给毁了，不能让它。赵专家被送来的时候，死死抓着这些资料，哪怕手术的时候都不肯放下。你就是陈欢同志吧？对。你来一下，我有话和你说。医生，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我能承受得住。医生同志，婉宁她怎么样了？婉宁同志虽然躲避了致命的伤害，但右腿却被3枚诈骗炸伤，如今都已经发炎，若不及时处理，就只能截肢了，不然会有生命危险。没有消炎药吗？不是没有，而是太少了，整个北冰就几个人用的量。那从其他地方调呢？也不是没有想过，可国内的盘尼西林纯度不足，若想婉宁同志不留后遗症，只能从国外找。不过这一时半会儿的也很难实现。也就是说，我只要搞到消炎药，婉宁的腿就保得住，是吗？是的，不过要快，最迟不能超过7天，不然现有的药稳不住上市。所长，我没事儿，我就是一条腿嘛，我能活下来就已经赚了。婉宁，你放心啊，你家组长就是最厉害的，我连原子弹都能造出来，难道我还搞不到消炎药吗？没事啊，你好好休息。医生同志，麻烦您帮我照顾一下婉宁，我跟你保证，7天之内我一定搞来消炎药。好，谢谢。系统，我想要最好的青霉素研发方案。收到宿主请求，青霉素研发经验正在兑换中，兑换成功，扣除宿主5年寿命。5年寿命可以换婉宁的一双腿，以后还能活人无数，倒也是值了。按照正常流程的话，不管是头孢还是青霉素，最快也要10天的时间才能培育出来。看来只能用2次提纯的方法了。你说你要提出青霉素？婉宁治疗需要青霉素，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我想请你来帮我找一些。这没问题，老孔那边还有一些备用，我让他以最快速度给你送过来。只是这青霉素的提纯，在国际上也没有几家会的。氢弹我都造得出来，我还造不出青霉素。要不是时间不够的话，我就自己培了。你说你能自己培育青霉素？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知道，这意味着我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将避免因为伤口感染而发生的意外。你要是能攻克这个难题，其贡献会亚于造出氢弹啊！这些我都不在乎，我只是想救婉宁。好，我立刻让老孔动用飞机，把盘尼西林给你送回来。
李少，万宁同志现在情况怎么样？不容乐观，伤口已呈现溃烂，如今的盘尼西林无法彻底抑制伤口发炎。老李啊，你说他真能提纯出青霉素吗？我从没听过有人能在已经做好的青霉素上再做提纯。以现有的科技，几乎不可能实现。我听说这小子已经4天4夜没有喝药了。李帅，孔帅，你帮我劝劝组长，你替我转告他，我现在已经失去一条腿了，不想连他也失去。你以为我们不想劝吗？那小子犟起来，谁也拦不住，根本就进不去呀。我起来，我去劝他。婉宁，婉宁，我给你把青霉素做出来了。你真的弄出来了？长安同志，可以给我看一下吗？是挺像青霉素的，不过具体怎样还得检测。来不及检测了，没时间了，直接用吧。出了任何问题，我担着。医生，你尽管给我用，我相信我组长，哪怕有什么问题，还能比现在更糟糕。是，我这就去处理。长官同志，你这药靠谱吗？据我所知，这药物一旦有问题，那可是致命的。婉宁同志的状态虽然很糟糕，但起码他的命是保住了。你这个放心，我可以用我的生命保证。几位，麻烦你们先出去下。好。婉宁，你相信我，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我相信你，组长。消息泄露的事情是谁干的？有眉目？有了，抓住了一个中间线人，正在审问，要不了多久就会有答案了。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医生同志，婉宁怎么样了？婉宁同志的烧已经彻底退下去了，我观察了1个晚上，他的炎症正在肉眼可见的好转。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个我可能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解释不清楚啊。这是不是等于说陈环同志的药真的是效果了？是的，比我用过所有的盘尼西林都要好用。陈环，那你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量产？有，不过我要先做其他的东西。什么呀？导弹。我说过，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婉宁的仇，我不能不报。你的意思就是，我们用导弹炸回去？飞机和昏君一时半会儿很难批量和培养，但是导弹，你只要给我足够的材料，我保证在1个月之内，我肯定给造出来。造！只要能炸死那群王八蛋，要什么材料，我老李就给你弄什么材料。哇！我的个乖乖，这弹头是原子弹吗？哪是原子弹啊，那是氢弹。校长，这东西真的不用再试爆一次？这个导弹呢，已经试射了3次，全重靶心，只要这个载体没有问题，其他的都不重要了。就算有问题，也是在敌人那儿有问题。他们这帮子人呐，平常是嚣张惯了，谁都不放在眼里。可是他们想不到，竟然惹到了你这个煞星啊！我也是被逼的，他们要是不犯我们，咱也不至于反击啊。小陈说的对，俺老李没什么文化，不懂得什么大道理，但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俺老李还是知道的。孔帅，您给的坐标位置准确吗？已经经过多轮的确定，轰炸我们的飞机来自敌方的第3舰队。他们太嚣张了，明目张胆地停在猴岛附近，他就笃定我们拿他没有办法。好，那既然如此，咱们就让他们好好尝尝
给他们制作的大餐，也要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剑也未尝不利。你就放手干，上面已经说了，既然他们想炸我们，嘿，我们未尝不敢炸他们。即便是没有炸成功，大不了咱们再打一仗罢。是啊，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啊。10、9、8、7、6、5、4、3、2、1，焰火！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news report， 妈的，这鸟语说的什么玩意儿？根据国际新闻报道，老鹰第3航母舰队在猴岛附近遭遇毁灭袭击，整个舰队2艘航母、4艘驱逐舰以及数艘战列舰全部被摧毁，只有少量潜艇存活。而昨日最新消息，有人将核武在西海岸上空投放，疑似我们华夏最新研发的氢弹，造成他们国内大量人员恐慌。这帮王八羔子，他也知道害怕呀！陈焕同志，这么恐怖的东西，真被你研究出来了。有了这一次教训，整个国际上恐怕再也没人敢轻视我们了。这手中有剑不用，和手中无剑可用，这必然是2种结果。李帅、孔帅，泄露消息的线找到。是哪个王八羔子？泄露消息的线找到。是哪个王八羔子？林怀州。什么？怀州同志？怎么可能会是他？上一世，婉宁就是因为他的贪生怕死，被迫上了战场，最后丢掉了性命。没想到这一世，小陈，这件事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凡是出卖国家的人，必将受到严惩。这个王八羔子，平日里善妒就算了，没想到竟然能干出卖国的勾当。小陈，放心，我老李绝情饶不了他。我能问一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吗？根据林怀州所交代，他本来就是敌方特意放打入我国武器研究线，试图通过对方给他提供的各种技术支持，迅速在我们这边站稳脚跟，从而混入高层窃取情报。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半路却杀入了陈欢同志，这只人路。所以他觉着出头无望，就选择将消息告知敌人。差不多是这样，而且他很嫉妒陈欢同志，因为陈欢同志不配比他强，所以重点在陈欢同志住处附近做了标记。难怪那里成了敌人轰炸的重点呢。小陈，我去处理一下那王八羔子。正好，我要去看看婉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组长，我的腿已经好了，能自己走。好了吗？我怎么觉得还有点问题啊？真是没想到，林怀州竟然是这样的人，我还以为他一心向国，所以才回来的。这就叫做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可惜那个唱片机了，就这么被炸没了。这有什么好可惜的？你看那边，陈欢同志，你要的东西我给你送过来了。组长，你不是喜欢跳舞吗？婉宁同志，我能邀请你跳一支舞吗？组长，你怎么知道这些的？也许是前世今生的缘分吧。我感觉我在梦里似乎跟你经历过这一世，所以你的喜好我都知道。没想到陈欢同志不仅科研厉害，在谈情说爱的功力也丝毫都不弱呀。
兰宁同志，不知道我有这个荣幸吗？许同志，可以请你跳支舞吗？老李啊，年轻真好啊！是啊，想当年俺老李那也是十里八乡响当当的俊后生嘞。嘿嘿，那要早10年呐，我也跟他们跳去。哎呀，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啊，小陈，刚刚上面传来消息，敌人侵犯我们北边的计划被你的清大吓得连夜取消了，敌人的军舰也远离了我们的海岸线。哈哈哈哈哈！这盛世如你所愿。